朋友们好，这里是江风世界。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有一座犹如巨大混凝土堡垒般的建筑——华盛顿希尔顿酒店。这家酒店从上世纪60年代建成起，就因为拥有一个巨大的无柱地下舞厅，成为了美国历任总统举办顶级晚宴的御用场地。特勤局甚至专门为总统设计了一条被称为总统步道的安全通道。然而，正是这座号称固若金汤的酒店，却承载着美国政治史上最血腥的记忆。1981年3月30日，美国第40任总统里根就是在这家希尔顿酒店的梯阶出口处，被一个名叫约翰·辛克利的年轻人用一把左轮手枪在短短 1.7 秒内连开6枪，其中一发子弹直接打穿了里根的肺部，距离心脏仅有1英寸，差点要了这位冷战雄狮的命。谁能想到，整整45年后，历史的幽灵再次在这座酒店的走廊里游荡。同样的城市，同样的希尔顿酒店，同样是针对一位改变了美国历史轨迹的保守派强人总统，暗杀的阴云再次笼罩了这里。这一次，死神的镰刀擦着第47任总统川普的肩膀飞了过去。这是一场将华盛顿名利场的遮羞布撕得粉碎的政治惊悚大片。一个带着加州理工学院光环的天才学霸，为什么会变成一个在暗处从容组装霰弹枪的冷血刺客？特勤局那耗资数十亿美元打造的安保防线，为什么在同一个坑里跌倒2次，漏掉了一个连大门安检都不用过的隐秘房间？大难不死的川普在枪声平息后不到1个小时，就在白宫简报室里大谈特谈推平伊朗和翻修白宫宴会厅。这究竟是真实的政治韧性，还是政治操作？而大洋彼岸那个天天盼着美国内乱的包子，为什么面对如此惊天的突发事件，却出奇地保持着诡异的低调？今天咱们就来剥茧抽丝，加入那些主流媒体绝对不会告诉你的内幕干货，把这场震惊全球的白宫晚宴惊魂，连同它背后深远的地缘政治海啸，从头到尾给您扒个干干净净。要理解这场暗杀的戏剧性，我们必须先回到4月25日晚上的那个极度奢华的现场。这场被称为书呆子舞会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历来是华盛顿政界和媒体圈最顶级的社交秀场。巨大的地下舞厅里，衣香鬓影，愁光交错，3000多名政界精英、最高法院大法官、内阁要员、好莱坞顶流明星，以及那些平日里对川普口诛笔伐的传媒大亨们，全都穿着最笔挺的燕尾服和最昂贵的高定晚礼服，齐聚一堂。这可是川普时隔10年第一次重返这个晚宴，全场的目光都聚焦在他身上，大家都等着看他怎么在台上用他那标志性的毒舌幽默，把这些假新闻媒体挨个损一顿。晚宴刚刚开始20分钟，服务生刚刚端上春季豌豆和精致的莫扎瑞拉起丝沙拉，美国海军陆战队军乐队的雄壮音乐还在穹顶上回荡。就在川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坐在主桌上与宾客谈笑风生时，一声沉闷的巨响像一把重锤，瞬间砸碎了华盛顿的岁月静好。川普在事后的记者会上用一种极度松弛甚至带点黑色幽默的口吻回忆了那一瞬间。他说他听到砰的一声巨响，第一反应竟然是我以为是哪个服务生把托盘掉在地上了，因为我以前听过很多次这种声音。您听听，这个细节太有意思了。这就是一个长期处于权力巅峰、见惯了大场面的政治人物最真实的生理反应。他甚至没有第一时间把这个声音和死亡联系起来，但是坐在他身边的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女人的直觉却异常敏锐。她立刻皱起眉头，对川普说了一句：“那是一个坏声音。”梅拉尼亚的话音刚落，华盛顿的体面瞬间被撕裂。那根本不是什么托盘，而是真枪实弹的轰鸣。紧接着5到8声枪响连续在舞厅外围的走廊炸开，火药味顺着中央空调的通风口弥漫进来。这一下，所谓的优雅和从容瞬间荡然无存。那些平日里在摄像机前指点江山、高谈阔论的左派精英们吓得魂飞魄散。
昂贵的红酒被打翻，染红了雪白的桌布，精致的高跟鞋被踢飞，一群穿着昂贵礼服的男女像受惊的鹌鹑一样连滚带爬地钻到了桌子底下。最讽刺的画面出现了，不少资深记者趴在沾满油污的地毯上，一边发抖，一边还不忘掏出手机在推特上抢发独家新闻。这就是华盛顿名利场的真实写照。在死神面前，人性的狼狈与职业的本能交织在一起，无比滑稽又无比真实。而另一边是特勤局特工的搏命时刻，一群穿着战术装备、荷枪实弹的特工像猛虎下山一样翻越餐桌，酒瓶子碎裂的声音伴随着趴下趴下的狂吼。在走廊的交火中，一名特勤局特工胸口中弹，万幸的是那件质量过硬的防弹背心把死神挡在了外面。在混乱的核心，川普被几名高大威猛的特工死死压住，然后迅速驾离现场。即便在西装被扯得凌乱，随时可能脑袋开花的那几秒钟里，川普依然试图留在现场，甚至对身边的人喊着让演出继续这句话，与他2年前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市遇刺时满脸是血却高举拳头高喊战斗的画面完美重叠。不管你喜不喜欢他，你都不得不承认，这个78岁的老头骨子里有着一种异于常人的政治表演天赋和对恐惧的免疫力。那么究竟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敢单枪匹马冲击美国总统的晚宴？随着警方将那个被制服在酒店大堂地板上赤裸着上半身满脸络腮胡的男子照片公布，全美国的下巴都掉在了地上。这根本不是大家刻板印象里那种戴着面罩满大街打砸抢满口脏话的安提法极端暴徒，也不是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走投无路报复社会的精神病边缘人。这家伙竟然是一个顶着巨大精英光环沐浴在美国最顶级教育资源下的天之骄子。他叫科尔·艾伦，31岁，家住加州洛杉矶南湾一个富裕安静的沿海社区托伦斯。让我们来看看他那份足以让无数硅谷 HR 疯抢的履历表。2017年毕业于世界顶尖的加州理工学院机械工程专业，这可不是普通的野鸡大学，这是钱学森的母校，是培养出无数诺贝尔奖得主和科学巨匠的学术圣殿。美剧《生活大爆炸》里那群天才书呆子就是以这里为背景的。2014年才19岁的他，甚至还进入了无数理科生梦寐以求的美国宇航局喷气推进实验室做暑期研究，研究的课题极其高大上，行星测绘的人工智能模型。后来他又拿下了加州州立大学的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在他的现实生活中，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在街坊邻居眼里，他是一个安静、有礼貌、从不制造噪音的乖孩子。在亚裔非营利组织的高中生眼里，他是个聪明绝顶、数理化全能，不需要怎么学习就能考满分的温柔大哥哥。就在事发前几个月的2024年12月，他甚至还被他兼职多年的补习机构 CR Education 评为月度优秀教师。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个独立游戏开发者。更有意思的是，他在知名游戏平台 Steam 上发布的一款名为 Boredom 的化学物理类游戏，主打的标签竟然是非暴力。就是这样一个高智商、好脾气、教书育人、热爱科学，甚至在虚拟世界里都标榜非暴力的理科天才，为什么会在那一天在包里塞进了霰弹枪、手枪和多把尖刀，变成了一个冷血的政治杀手？细节往往藏着魔鬼，而魔鬼就潜伏在日常的细微之处。在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那浩如烟海的公开记录里，记者们挖出了这个自称无党派偏好的年轻人在过去10年里唯一一次政治捐款。那发生在2024年10月，也就是上一次美国大选最白热化的前夕，他通过民主党的超级筹款平台 ActBlue 向贺锦丽的竞选团队捐了区$25。各位别小看这$25，对于一个年收入可能不菲的计算机硕士来说，这点钱连吃顿好点的快餐都不够。这不是钱的问题，这是一个在精英体制内长大、拥有严密逻辑思维的年轻人。
向极左意识形态递交的一份精神投名状。我们不能简单粗暴地说，捐了25块钱给民主党就成了恐怖分子，但这背后折射出的是美国当今社会最深层、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悲哀：平庸之恶与精英体制的隐性异化。在美国顶尖高校的校园里，特别是加州这种深蓝大本营，觉醒文化和极端政治正确就像一种慢性的精神毒药。他们不再教导学生如何包容不同的观点，如何用辩证的眼光看待历史，而是灌输一种受害者与压迫者的绝对二元对立逻辑。在这种语境下，传统的美国价值观被解构，捍卫边境，强调法治的保守派被塑造成了法西斯和民主的威胁。像艾伦这种高智商的理工男，他们的思维方式原本是线性且注重解决问题的，一旦他们的大脑被这种极端政治正确的病毒感染，就会产生一种可怕的上帝视角与自我神格化幻觉。他们觉得自己掌握了真理，觉得自己比那些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底层民众更聪明、更正义。当他们在现实政治中看到川普这样一个破坏现有体制的人依然拥有巨大影响力时，他们的理智就崩溃了。在这种安静而隐秘的激进化过程中，艾伦可能真的觉得，既然系统出现了 bug， 那么作为一个工程师，拿起霰弹枪去进行物理清除，去消灭政府官员，就是在拯救这个国家，是在修复历史的错误。这是左翼极端思潮对年轻一代大脑最彻底、最无声的吞噬。从非暴力游戏的开发者到真实世界的终结者，他跨越的不是道德的鸿沟，而是意识形态的深渊。说到这儿，咱们先稍微停一下。讲了这么多惊心动魄的暗杀大戏，大家在关心天下大事、操心民主自由的同时，我最担心的还是各位的身体。尤其是这2年世道不平静，每个人身上的压力都大，精力体力要是跟不上，咱们怎么跟这帮家伙斗下去？所以江峰在这里再次向大家推荐咱们的老朋友普瑞堂黑参。这黑参可是采用了老祖宗留下的9蒸9晒古法工艺，把人参的精华彻底激发出来，温补不燥。不管是给家里长辈尽一份孝心，还是自己平时补补元气，都是极好的健康投资。现在普瑞堂特别回馈咱们的观众，请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进入官网下单，结账时一定要记得输入专属优惠码 JF， 不仅可以享受全球包邮，而且现在有个大福利，购买满500美元直接送你一根价值不菲的黑参，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支持普瑞堂就是对江峰坚持做节目讲真话的最大支持，让咱们身体壮壮的一起看到真相大白的那一天。好，咱们转回话题，看看特勤局那个离谱的安保漏洞。刺客的心理再扭曲，手段再狡猾，也得过特勤局的安检这一关。这可是保护美国总统、内阁大员和数千名顶层精英的地表最强防线。艾伦是怎么带着一个小型的军火库摸到总统眼皮子底下的？随着现场职工马布斯接受《纽约邮报》专访时的惊人爆料，华盛顿安保体制那腐朽透顶、千疮百孔的黑洞彻底大白于天下。这根本不是什么街头突发枪击，也不是什么防不胜防的孤狼突袭，这是一场原本有100次机会可以阻止，却因为安保逻辑的荒谬而差点得逞的密室杀机。艾伦并不是从大街上硬闯进来的，根据警方的线索，他早在4月初，也就是事发前好几个星期，就利用自己的真实身份，大摇大摆地预定了这家华盛顿希尔顿酒店的客房。大家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这可是由美国总统、副总统、国防部长，甚至联邦调查局局长亲自出席的晚宴。难道特勤局不该提前把整个酒店翻个底朝天吗？难道不该对所有入住的客人进行严格的背景审查吗？然而，华盛顿的安保逻辑简直荒唐到了极点。为了所谓的商业便利，为了不打扰酒店其他 VIP 客人的体验，酒店的大门根本就没有设置金属探测器，所有的磁力计、安检门全都被集中设置在了地下舞厅的入口处。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只要你是酒店的合法住客，
只要你有房卡，你就可以把拆解好的霰弹枪、手枪、匕首装在行李箱里，堂而皇之地走进大堂，坐着电梯来到你的房间，甚至带着这些装备在酒店除舞厅以外的公共区域畅通无阻。这哪里是安保，这纯粹是自欺欺人的安全剧场。更令人毛骨悚然的魔鬼细节来了。海伦女士回忆，就在晚宴开始后不久，艾伦躲进了酒店1楼，靠近露台入口处的一个临时储藏室。这个房间平时是用来存放酒吧、推车和宴会杂物的。在那个本该是安保重中之重的核心外围区域，这个储藏室竟然既没有特工巡逻把守，也没有安装无死角的监控摄像头，完全是一个安保的真空地带。艾伦就像电影里受过严格训练的特工一样，躲在这个没有人注意的角落，拉开背包的拉链，慢条斯理地拿出长条形的枪械零件，在特勤局的眼皮子底下从容不迫地把一把威力巨大的霰弹枪组装了起来。组装完毕后，他才突然杀出，冲向楼梯，直奔那道脆弱的安检防线。这可是继巴特勒集会枪击案之后，美国特勤局在短短2年内犯下的又一个不可饶恕的低级错误。在巴特勒，特勤局漏掉了一个距离演讲台不到150米的制高点屋顶；在希尔顿，他们漏掉了一个距离总统不到100米的储藏室。45年前，他们在这个酒店的门口没防住辛克利的左轮手枪；45年后，他们依然在这个酒店里漏掉了艾伦的霰弹枪。特勤局到底从历史中学到了什么？答案似乎是什么都没学到。为什么在排查这种有总统出席的混合型商业场所时，没有对外围房间进行彻底的封锁？为什么将外围防线完全让渡给了酒店的常规管理？这是严重的官僚主义怠政，是预算分配的极度扭曲。我们不禁要问，在那个水深火热的华盛顿里，是不是有人正冷眼旁观，甚至巴不得这扇方便之门敞开着？如果连一个加州来的计算机书呆子都能轻松找到特勤局的防御死角，那这张每年耗资数十亿美元的安保大网，到底是在保护总统，还是在给刺客做舞台布景？朋友们，如果说刺客手中的霰弹枪是明晃晃的威胁，那背后捅来的隐形软刀子才真正让人背脊发凉。就在当晚川普正式发布那条取消伊朗和谈的贴文前，仅仅12分钟，预测平台 Polymarket 上突然涌入50多个神秘新账号，精准压住谈判破裂，在短短几分钟内疯狂收割数十万美元。这说明什么？说明在川普的身边，在那些掌握国家最高机密的情报系统高层，有人正掐着表，利用这场关乎国运甚至关乎总统生死的危机，在华尔街大发横财。这就是川普一直挂在嘴边的华盛顿沼泽。川普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被洗脑的学霸，更是一个为了利益可以随时出卖总统、出卖国家的腐朽体制。枪声响过，危机暂时解除，刺客被捕，伤员送医。但川普接下来的举动才真正让全世界见识了什么叫华盛顿老炮的政治操盘术。换作一般的政客，经历了这种级别的暗杀惊魂，哪怕没有受伤，估计也早就吓得魂不附体，被特勤局塞进装甲防弹车，送到不知哪个地下掩体里去喝压惊茶了。但川普呢？事件发生后不到1个小时，他没有穿防弹衣，西装革履，神态自若地站在了白宫的简报室里，直接面对全球媒体的长枪短炮。在记者会上，川普展现了极其高超的心理战术和政治引导能力。他拒绝被塑造成一个瑟瑟发抖的受害者，而是直接把自己和历史上的伟人绑在了同一个神坛上。面对记者关于为什么总是你被暗杀的提问，川普没有抱怨命运不公，而是抛出了一段极具煽动性的历史逻辑。他说，我研究过暗杀历史，你看看亚伯拉罕·林肯，那些影响力最大、对这个国家改变最多的人，才是他们要下手的目标。他们从来不会去暗杀那些不作为、没什么建树的人。这句话太绝了，简直是政治营销的最高境界。庸才是不会被暗杀的，因为他们对历史的车轮无关紧要。
利益集团连子弹都懒得为他们浪费。只有那些试图把脱轨的火车拉回正轨，触动了巨大既得利益集团蛋糕的人，才会成为挡在路上的眼中钉。川普用一句话把一场针对自己的犯罪升华成了自己对美国历史具有不可替代价值的勋章。更绝的是，他甚至没有忘记他那商人的本能，在惊魂未定之时，川普竟然顺势做起了房地产推销。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希尔顿酒店的安保漏洞百出，然后话锋一转，开始向全国推销他正在白宫规划的新宴会厅。那是一个具备防无人机功能、装着厚重防弹玻璃的终极战斗堡垒。很多人觉得这很滑稽，刚挨了枪子儿就开始谈装修。但这恰恰是川普最聪明的地方。这不仅仅是在谈论安保升级，这是在向全世界、向他的政敌传递一个强烈的信号：华盛顿的沼泽虽然凶险，但我川普不仅没被你们吓退，我还要长久地扎根在这里。我要把白宫打造成属于我的坚固堡垒，你们别想赶我走。这是一种强大的心理震慑。最重要的是，川普在记者会上主动把话题引向了国际战略。当记者问到这件事是否会改变他对伊朗的政策时，川普斩钉截铁地说，这不会阻止我赢得在伊朗的战争，我们不能让伊朗获得核武器，我们出动了 B-2 轰炸机摧毁了他们。请注意这个细节，刚刚经历了生死劫难，川普大脑里挂念的竟然是 B-2 隐形轰炸机和绝对不能让伊朗拥核。他借着这个全球瞩目的时刻，把一个国内的突发治安事件变成了一场针对敌对国家的国际宣示。这是在告诉全世界，我连近在咫尺的霰弹枪都不怕，我还会怕德黑兰的毛拉们吗？川普在记者会上展现出的强悍与决绝，不仅震动了美国，更让大洋彼岸的北京高层感受到了一股刺骨的寒意。如果您这两天关注了中共官方媒体的报道，您会发现，面对美国总统差点被暗杀这种天大的新闻，新华社等中共喉舌的报道出奇的简短干瘪，除了客观转述发生枪击、枪手被捕、川普无恙之外，几乎没有任何深度的评论，更没有像以往报道美国枪击案那样长篇大论地嘲讽美国体制的混乱和衰败。北京为什么如此低调？他们在怕什么？答案很简单，因为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发生了。一个没有被子弹击倒，反而因为暗杀事件而在国内获得空前团结、政治声望达到顶峰的川普，是中南海最大的噩梦。中南海那位原本的如意算盘师，在川习会前夕，利用中东的乱局，特别是利用伊朗作为筹码，来牵制美国的精力，以此在台湾问题和关税战上逼迫美国让步。中共一直在暗中给伊朗输血，他们以为只要美国内部陷入党争和撕裂，川普就会无暇他顾。然而这声枪响打破了北京的幻想。如果川普连针对自己的暗杀都不怕，如果川普在国内已经无人能敌，那么他在外交上只会展现出更加不留情面的极限施压。事实上，屠刀已经落下。就在白宫晚宴枪击案发生的前一天，4月24日，美国财政部正式宣布，对中国大连的恒力石化炼油厂以及高达40个航运实体，也就是专门帮伊朗运油的影子船队，实施核弹级的全面制裁。恒力石化可不是什么小作坊，那是中国第2大民营炼油巨头。中共的国企巨头们怕被美国制裁，不敢去买伊朗的石油，就让这些民营企业去当白手套和替死鬼。恒力石化把几亿美元的利润输血给伊朗军方，现在直接被美国财政部切断了美元结算的咽喉。在中国国内经济本就哀鸿遍野、民营实体艰难求生的当下，这无疑是雪上加霜。川普的逻辑非常清晰，你想看我美国内乱，好，我就先掐断你伊朗的钱袋子，顺便把你在背后搞鬼的白手套连根拔起。大难不死的川普现在头顶着殉道者未遂的光环，手握着绝对的政治权威。接下来不管是针对中共的巨额关税，还是对台湾的实质性军事武装，或者是对中共影子舰队的全面封杀，
川普的铁拳只会越来越重。那个加州理工的天才刺客以为他能用子弹改变美国，但他不知道，当他扣动扳机的那一刻，他不仅成就了川普的强人时代，更是间接宣判了中南海那些地缘政治小算盘的死刑。北京的底牌这回是彻底烂尾了。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请务必点击订阅按钮，打开小铃铛，给个大大的点赞，并把这期视频转发给您的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